看看今天我郎给大伙带来的是合金弹头5代叉版本的巴南双打一并通关，操作者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风和，这不是一场梦啊，这个梦神。但是我跟大伙讲解一下，这个游戏其实解除过好几次，然后呢咱们这个呢由于啊这个版本呢是早期的5代叉版本，没办法啊，是双人的这个速通。但是呢，不是纯速通啊，就是说它虽然说是目前的速通记录，但是呢，明显呢还有上限，也就是什么意思呢？明显还有在进步的空间啊。再加上这个版本确实没有了，这个目前上邮具的版本呢是比这个版本更新的，而且新2个版本以上啊。这个版本是早期的这个版本，而且我跟大伙讲解过很多次5代叉的版本。5代叉的版本呢是把很多这个5代之前的废案利用，再加上6代的功能啊加入了进去。然后呢，改动了很多东西。咱们选择了2个非常变态的角色啊，因为6代的功能以后呢，咱们也是加入了这个很多的这个人物特性。很多人觉得人物是一样的啊，那么这个加入了多功能，或者说是移植了6代或者以后的这个功能进去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包括咱们换枪方面上也是啊，可以存枪。这里面呢，英里也就是艾瑞啊，艾瑞的话呢，她的能力啊非常强大，她呢称之为爆破女王。他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手雷啊，可以这个斜着扔什么的啊，定向手雷。而且呢，这个艾瑞呢，他默认一上来是20发手雷，再加上他吃手雷呢是双倍的啊，是翻倍的。而这个费欧呢，就是弹药翻倍，他吃弹药就特别厉害。比如说他吃什么燃烧弹啊、傻干啊什么的，他也是翻倍的。所以说，一个是弹药大师，一个是爆破大师。他俩在一起啊，那就速度非常的快了啊！而且同时呢，跟大家伙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，就是这个版本虽然说改版了，但是呢还是会有这个咱们说那个老头面具男改版之后的样子啊。而且呢，这个版本还好，2个人打的虽然说还是有发挥的空间，但是呢确实是非常快，只用了27分钟吧，只用27分钟，只用20多分钟啊，不是27分钟啊，就通关。反正总体来讲呢还是可以的啊。OK。看一下，直接走下路啊！这个地方在官方原版是没有的，但是没有这个必要。所以这里面在载具方面上也是有啊。但凡有了载具呢，是可以调整为定向攻击和定向扔雷的。这个也是一个版本的这个更新啊。所以说这个整体来讲呢，这个还是不错。这个版本现在你们玩不到了啊，但是呢，咱们作为解说观战也还可以。唯一的缺点呢是。感觉清晰度还是低了一点啊，它是用这个邮具默认的这个自带生成录像的方式，然后呢上传到这个 B 站上，我郎呢在经过这个原作者的这个准许啊，是直接就下载下来，然后呢2次创作啊 ，OK， 2个人速度非常快。这个地方往左边走就是超能坦克，懂的都懂。超能坦克呢血量非常多啊，这个版本还差一个，可以看到定向扔雷。哇，这个速度好，这个坦克非常的扛干啊，坦克。OK， 直接走。第一关的剧情居然如此之长啊！直接突吃了一个兔里么性感。兔里么性感这个子弹呢，在整个游戏当中啊，它确实是比较凶狠的啊。好，跳过来，一刀 ，Thank you。好，跳起来，感觉还是傻干过瘾啊！无论你是什么小兵，你哪怕是有盾牌，我直接砰一下啊，就再见了。好的 ，SVW， 这个载具呢是被称为最实用的载具啊，可以改变成机械状态2级跳，对吧？榴弹加农榴弹炮也有的情况下，还能变成履带形态。总体来讲是我最喜欢的载具啊，而且还可以上下扫。你看，上下扫这个子弹特别牛逼。好 ，I'm a Abuser，AP 子弹，来看看传说中的超能坦克。直接跳到这个坦克上，然后一顿输出扔手雷。这双人啊，虽然说2个人的话呢，整个这个 BOSS 的血量也会增多，
但是呢，确实是啊，这个火力之下啊，这个有点变态了。OK， 利用这个载具的无敌效果，一手自爆，感觉挺扛干啊，确实感觉挺扛干。OK，You great， 这一打爆。如果是单人的话呢？这个 BOSS 没这么多血的。好，第一关的剧情，这个剧情呢就是天降一个面具，这个老头呢，他最后一关会出现啊，而且在某一个版本当中，他不仅能出现，还能成为真正的一个小 BOSS， 跟你再52下，还真的可以52下的啊！当当当当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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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关的音乐虽然说好听啊，但是呢，就是它这个设定也有变。空中那个直升机，它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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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哎，打一下，主要是拆这个桥，你会发现吗？它这个子弹的这个感觉有点像机枪，主要是为了拆桥。但即便是拆了桥，即便是你开着坦克，你也掉不下去，码着那个边沿儿就可以掉下去啊，就掉不下去的啊。不是下播了吗？没有。这怀旧哥正好也想看一下这个合金弹头5代叉啊，这个我就正好来一波啊，趁着这个点儿，正好12点结束啊。哈利玛性的，感觉这个声音让我配音也挺稳。我虽然说不会外语，但是让我音译还是挺狠的啊。好，直接 F。啊，一顿扫，蹦来蹦去，突突突。Thank you。OK， 来看一下，感觉这个机械小反冲龟啊。其实它这个速度还有刹车呢，你看，咱们在这个圆盘的电梯上还有刹车，如果不刹车的话，就感觉比自由落体要快啊！我觉得比自由落体要快。这种情况下，人是不是应该都飘起来了？就跟这个老头似的啊！好 ，OK， 这个是 G 的子弹，这个子弹的这个攻击力啊，也算是除了傻干和这个燃烧弹之外啊，也是最快的一个了啊！好，连续的反跳。有一些坦克可以不用打，直接过图就行，游戏的设定而已啊。好，这个是自导导弹，攻击伤害非常的低，但是好处呢就是可以自导嘛。如果说新手玩的话呢，可以选择开这个作弊，无限子弹，然后调成无限子弹的这个自导导弹，也挺猛的啊。不要小看它，这个虽然说攻击力肯定是很低，但是还是不错的啊。OK， 两个人打的其实一点的磨叽啊，全程爆破模式啊。有的地方可以不用打的小兵节省弹药，这是可以理解。其他的地方呢，你像这个地方，按理说你不打它也无所谓的啊。这些你看这个空中的摩托艇啊，它基本上就是出来之后把自己的导弹发射完，它就可以走了，走了就无所谓了啊。这个都能理解啊。好，一顿扔手雷，垂直手榴弹。这是艾瑞才可以啊，它可以垂直往天上扔手榴弹，也可以斜着扔啊。但是如果是6代的话，是7代啊，都是可以有这个功能延伸。啊，这俩人配合的真可以啊！一批是这个风，2批是一场梦啊。
我解说他俩的这个视频也非常多。OK， 一顿小跳跳弹。像这个摩托飞艇基本上是可以不用打的啊，不用管。OK， 直接飞走。这一关的 BOSS 啊，这一关的 BOSS 是传说中的绿色飞机。毕竟是1v2，我们看看有这个傻干散弹枪，一上来就是一个散弹。这个散弹对于飞机来说不太好躲，可以升扛，看没看见？飞机可以升扛啊，而且人躲在飞机后面，因为毕竟是不就费点血嘛，无所谓啊。好，可以看到燃烧弹，再加上放雷，现在飞机一手自爆，爆完了。这个版本没有显血啊，有很多合金弹头的版本是可以显血的啊。好，直接打爆，只要他身上全是这个伤痕，然后现在飘着绿光，就是说明这个空中的这个要塞啊，这个飞机被打爆了。总体来讲就是这么个情况啊。好，一手小喷气式。第3关，这是来到了这个社畜科研场所。这地底下还有很多的这个汉字啊，比如说什么禁烟呐、禁止吸烟呐、什么之类的啊，这个设定的非常有意思啊。这2个角色对，他这个设定呢，就是艾瑞是弹药啊，艾瑞是那个手榴弹翻倍，然后默认一上来也是多10个、20个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费友呢，就众所周知，他的武器补给就是多，他的人物设计就是这样的啊，所以说就非常的变态。好，涂完。这个地方如果跳上去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另外的路线啊，我们称之为这个户外这个蜘蛛人路线，就是电梯路线。但是呢，也一般来讲是不走那个路线啊，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。一般来讲是不走那个路线。莉安娜的特性，她近战就非常的变态，而且她的补给也多啊，她的弹药补给也非常多，只能说比费友差那么一点点。但是毕竟啊，合金弹头叉叉啊，它是7代的延伸版，就跟合金弹头2的这个延伸版合金弹头叉，它为什么叫叉叉？其实因为已经有叉了，它不应该叫合金弹头7叉，对吧？按理说啊，这个5叉呢，它就是改版。如果官方有这个官方正版的话，那这个合金弹头叉就是合金弹头叉，也就是2代的改版。合金弹头5叉就不应该叫5叉了，应该叫合金弹头叉叉。而合金弹头7的那个延伸版就是合金弹头叉叉叉，3个叉。合金弹头7风云再起。其实7跟这个叉叉呢，在很多地方也不太一样啊。它那个故事的主线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很多支线还有细节都不一样啊。2代和叉也是很多不一样，细心的哥们儿也都能看清楚的啊。完了，刚才喝了一个啤酒，感觉现在有点顶着了。好，这个你看咱们直播间的水友啊，就知识非常的渊博，这个翻言自己啊，我不会是咱们这个游戏的作者吧？所有的都是1.2倍。如果手枪也是1.2倍的话，那就变态了。马二狗的特性，那就是什么特性都有啊。那它那个机械有没有特性？比如说这个传说中的这个塔尔玛的就是操控机械比较厉害，就比如说开载具啊就比较厉害。那如果开载具也厉害，塔尔玛的属性也有了。比如说你看弹药1.2倍，那就是艾瑞的功能。手雷那个手雷啊，手雷是艾瑞的功能。啊，费友是这个弹药是费友的功能，然后呢，手枪是马尔戈的功能。如果机械的话，那就不用说了，那就是塔尔玛的。再加上是吧？再加上有手刃，那就相当于激光拳，有拉尔夫的功能。克拉克有一手图里亚，但是没有啊，说这个意思啊，形容一下。
还少一个防弹衣的功能。所谓的防弹衣啊，懂的都懂啊，防弹衣不就是那个这个打完了之后挨打要立正吗？啊，感觉这里面这个人质溜溜达达的，跟个精神病似的啊。好，直接包里面装了一个鹦鹉。OK， 看看啊，这个速度非常狠啊！来，感谢我们的704哥一手飞机支持我了。哇，这直接哇，赶到这个场合上还能再蹭一手飞机啊！感谢我们的704哥啊，这个好，来看看这关的蜘蛛人。手雷的话呢，这个艾瑞的手雷还剩最后一颗没了，然后燃烧弹，还有雷，20颗雷都不用啊。这一关的 BOSS 虽然说是第3关 BOSS， 但是它的血量是所有 BOSS 当中血量最少的 BOSS 啊，没有之一啊。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，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外面的蜘蛛人的机械，有很多种情况下你都打不到这个 BOSS 的。但是呢，因为你雷也不够嘛，但是这个版本你可以攒，可以留着，再加上是吧？你这个，虽然说是2个人啊，但是呢，1v2版毕竟不是对吧？你毕竟说是这个2个人的话，他血量也有增加呀，对吧？今天有故事吗？刚讲完故事啊，刚讲完故事，心态比较微崩。不过今天这个视频讲完了，正好也到点了啊。对呀，故事确实讲完了啊，就是我记得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吃了我馋了，我的故事讲完了啊。好 F， 挨着这个子弹的清兵特别爽，一打一炸，一顿左右炸可以，燃烧弹朝上烧的特别过瘾。雷的话肯定是要艾瑞吃啊，比较靠谱。吃的话多一倍的补给啊！我要当爸爸是真的假的？好，这是 drug shot， 这是一个子弹啊！来看看水关，哎，这里面一个人跳下去，另一个人跳不下去。一个人结果戴了一个对吧小头套，7周了，一共是预产是40周预产期，早的话38周，晚的话40周多是吧？这个恭喜，这个恭喜一个伟大的父亲即将诞生啊！好，来看看这个鱿鱼，哇，这个一看就好吃啊！过来拿刀切成准刀花，这个准刀花的这个花纹，然后直接对吧？拿水过一下，然后再下锅去炒。好长时间没吃那个辣爆鱿鱼了啊！我记得以前我老吃辣爆鱿鱼的啊。在线起名最狠的就是有很多姓吴的不好起名，你像我狼就姓吴，姓吴真的不好起啊！啊，这居然选择让这个傻干，让这个艾瑞吃傻干，坐在这个小潜艇里面，4号潜艇里面的这个费奥居然没有吃啊！好，来看看。这就是我跟大家伙说的这个传说中的这个海底地下管道啊，一会儿呢就是传说中的沙漠之湖。其实这个也算是小精英坦克啊，跟超能坦克虽然说比不了，但是防御力也很高。一顿小搓地板，姓吴不好起名是吧？
一般就是什么无穷、无同、无敌，就比较好听。你说叫无良、无德，这确实不好听啊。这个起名叫吴谦儿。OK， 往上走。我操！爬着楼梯居然还能在楼梯上下跳搓地板，这个设计非常的离谱啊！无服也是这样无服的话，想要减肥，这个无服肯定是可以减，无服消瘦。好，来看看，这是卡塔尔吧？这背后全是瞌睡虫啊，石油啊，看看，石油大国，里面有一个海下的军事碉堡。好，来看看，这还没等出攻击呢，直接给秒了啊！吴京按理说也不是特别好听，感觉有点像不孕不育似的。你这无忧也是吧？无忧无虑是吗？但是无忧的话，现在很少有这么叫的，小名叫悠悠。但悠悠大家伙知道有那个溜溜球，可能有人叫悠悠球。溜溜呢，对吧？这个悠悠的话，我们东北有一个植物，一种野外的小水果啊，叫悠悠啊，直接昂首挺胸往前飞。看一个两人做单拉门的这个甲壳虫，属于是啊。吴奇隆。感觉这个车飞上来纯属反重力啊，真的是纯属反重力。这个地方不能死啊！每次解说的时候大伙了解啊。武器儿龙，武器儿龙啊！我懂了，我终于知道这武器儿龙什么意思了啊！我误会了，我以为啊，そうですか。好，请问这个车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？好，你看，只要你运送武器，我就打你，啊！拳皇节目得有好的拳皇比赛，有好的拳皇比赛，我狼肯定会说啊，那都不用说的啊，对不对？OK， 感觉这个地方改的很多啊，剧情非常长。其实这个子弹，我们当时很多人不知道啊，我一直觉得这个子弹非常粗，打出来像花生粒儿，但是呢，这个子弹和那个小紫豆的子弹的伤害是一样的，所以说不用纠结你是战斗机还是这个直升飞机了啊。但在某些关卡呢，这个战斗机比较好操控，而直升飞机不好操控的。OK， 一会儿有，这个载具被称之为最强载具啊！来一个钩。这一甩啊，这个钩从这个前列腺部位一甩，那什么有点白扯。OK， 往前滑，感觉没有压力啊，在这儿，怎么防的啊？好 ，OK， 地图还是有加强啊，这一顿加强也不太好整的，对不对啊？好，准备好一顿突突，前列腺县长，终于调大县去当县长了啊！
好，傻干！别看这平常节省啊一些子弹啊、手雷什么的，打 BOSS 的时候一点都不吝啬啊！打 BOSS 的时候直接就突突就完事儿了，不跟你扯这个逼事儿。好，你看这个东西啊，可以朝上扎，不光可以朝下斩啊，也可以朝上扎了，确实赖了啊！雪地里的驾驶那个是合金弹头6，那个是相当于高达了，属于是啊，相当于高达了。当然呢，可以看到啊，作为最后一关啊，这关的剧情还是蛮长的啊。好，来看看这个马尔狗，哎，给你摆出一个大拇指。好，等着刷兵。一个人在这看着啊，一左一右往后看，这确实看的比较好。OK。其实这个坦克我觉得最实惠啊，钢铁型坦克，而且一喷能喷出3个火焰炮出来，特别变态的啊。但是这个马尔狗跟咱们的那个马尔狗长得很像，应该是马尔狗的老表啊，同一个家族的。好，这个地方一直在踩，哎呦，踩到这个坦克可以一顿跳，这个设定非常好啊，是直播的啊，但是呢也是他们做好的，今天的最后一部录像的啊。这个精英兵也挺有意思，你真用这个车还是好打，来看看打这个龟头。不要以为打中之后没有效果啊，就觉得好像不费血，但其实是费血的。你看，啊，加分，你看，这虽然说是一个小 boss 啊，但这个小 boss 非常实惠啊，而且你不能把它打爆，只能打到瘫痪。好。感觉召唤那么多子弹的不跟踪啊，根本就没有用啊！这合金弹头不是看起来怪怪的，它作为5代叉，是专门的一个官方改版，这个是游戏的废案啊，正版里是没有这个设定的，但正版里是有这些素材，所以说咱们这个游戏改版高手呢，把这个素材给你再给重申一下，设计一个剧情。一会儿当然就像我说的，一会儿你还会看到那个面具老头啊，就是第一关过关了之后有一个剧情，可以跳过，可以不跳过。速通的话是要跳过的，但是那个剧情呢很简单，一个面具落下来，一帮部落的人拿着标枪嗖嗖嗖一扔，不知道面具是什么东西，后来发现哦，面具就是个面具啊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。戴上了之后，这个就会有这个啊什么超能力之类的啊。好，连续的往上走，不管了。这个地方一会儿有这个摩托车，啊，没有，直接跳着走，没有摩托车啊。可以看到又是操控摇杆的那个，那俩被雷劈了没死啊？老头被雷劈了之后变异了，或者说是被附体了，或者说什么的啊，都可以理解。好，来看看背后一个齿轮，非常变态啊！邮局有这个版本，但这个版本呢已经更新过好几个版了，但其实差不多的啊。而且还有石龟版，
那个老头不仅出现了，还能跟你一起打。啊，这又是第一关的那个超能坦克 BOSS， 直接往上跳。这个地方不要拖屏幕啊，拖屏幕不太好。但是呢，你看有这个载具2级跳，它就比这个比这个人要好得多啊。人还得整个方向什么的。好，朝右跳，然后呢才是大象阵。来，大象阵，2个大象。好。那没有录像啊，如果有录像我会说啊，3代传奇版什么生存版，有录像我肯定能说，关键不是没有录像吧啊。好，感谢刚才我们的没事大姑妈肥狼一手大金卡支持我狼2。这紫色的区看起来不错，你那区字儿都打错了啊！好，都没有这个炮弹了，这个废友啊，废友的手榴弹没有了。好，打爆一个，另外一个看一下。按理说紫色一般是没有人愿意下咽的啊，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。紫色一般食物啊，就是紫色的偏少啊，也不是说没有。什么比如说蓝色、紫色，尤其是蓝色啊，当然蓝莓啊、葡萄啊什么的还好一些，特别少啊，就感觉咱们人类啊本能就不太喜欢吃蓝色的啊。这个地方感觉你看直接拖着。不上去反而会快一点点。好，看看老头，这个老头只是出来亮个相，然后升天就变成一个死神猫了啊！但事实上，石龟版它这个装置是可以来给你打的，真的是可以给你打的。来，一顿扔手榴弹，燃烧弹还剩20多发。好，一顿躲。可以看到，这身上有个骷髅，一顿扔手雷。哎，你看这个双枪，移动的话呢，咱们还是换成燃烧弹，辐射面积比较广。你看这个伤害，还剩最后3、2、1，最后整一手。毕竟是2个人的版，哎，这个2个人啊，2个人的话，这个 BOSS 的伤害你懂的，啊，结果是右边的啊。按理说他应该追着1匹打，结果没想到是追着2匹打。OK， 一顿突突，最后直接打爆，可以啊，这个玩的还好。整体来讲，最高难度，传说中的合金弹头5代叉，用了一些这个常规的路数啊，其实速通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进步的啊。这个并没有太极限啊，2个人配合，如果要再玩新版的话，也许有机会。OK， 那这就是来自于合金弹头5代叉版本8男双打的一命速通啊通关啊！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